与其绞尽脑汁研究这种特别劣势的对局，不如把精力放在军事对局中如何扩大优势，和优势对局中如何稳定的给它拿下。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今天是和我的大腿队友云雀一起为大家带来陆琪这名领袖的讲解。云雀是我认识的黑色玩家里数一数二的，也多次获得北京旗舰赛的冠军。想必他的分享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不小的帮助。当然，听完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了就会帮助大家解答的。闲话少叙，一键3连送上，咱们这就发车了。来，云雀先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云雀，没有什么成绩，北京的边缘派手。谦虚了，谦虚了，怎么叫没有什么成绩呢？这好几回旗舰冠军吗？不是。啊，那小比赛，小比赛。然后你叫云雀这个名字是家庭教师里头那个云雀吗？对，是来自家庭教师这个云雀公迷，因为我非常喜欢家庭教师这个动漫，从小到现在也是看了好几遍了。今天非常感谢云雀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07到现在应该也有1个月了，你07整体玩下来大概有什么样的体验和感悟，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07这个环境，我觉得是 OPCG 这个游戏出到目前为止最平衡、最有意思的环境。因为像以前的环境都有所谓的 T0卡组，但是这个环境我觉得没有明确意义上的 T0，基本上算一个石头剪刀布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各个领袖都是可以玩一玩的。就07比较百花齐放，什么领袖都可以玩一玩了。因为在之前06 6.5的时候，赤犬一直都会压各卡组一头嘛。对的，像之前的赤犬，然后在之前的白胡子，然后甚至能追溯到更久01的，像什么绿基德这些的，每个环境都会有所谓意义上的 T0，一个非常有统治力的卡组。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呢，我觉得没有所谓的 T0，可能硬要说的话，红子罗上限高一点，可以称为 T0.5，但是它的稳定性还是不如赤犬这些领袖，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非常有意思。但是相对而言呢，就是也是会让人不安的一个环境，因为像之前的话，不知道去玩什么，就可以选一个 T0去练，总没错的。对我来说也是不安，因为我一直以来玩的都不是所谓的 T0卡组，我都是去玩一些 T1卡组，然后去进行一些构筑的针对，能做到去跟 T0去掰一掰手腕，甚至能去克制一下的。但是这个环境来说，我的构筑方面思路也要有所调整，所以也会令人不安。因为这个环境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有统治力的卡组，就是我们在构筑卡组的时候就要考虑方面就会比较多了，就不是说像原来比如说赤犬多，那咱就想怎么针对赤犬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现在什么都有，可能路飞也有，艾尼路这种大哥卡组也比较多，那在卡组构成上面就会复杂起来了。确实。那你觉得在07环境里面，什么领袖适合在这个环境生存呢？我之前说过百花齐放的环境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基本上大多数领袖都可以生存的。在我的理解看来，有10多套卡组都有机会去拿到旗舰赛的冠军。哇，10多套卡组呢，给我们推荐一下。比较强的主流的不用说了，像罗呀、路飞啊、陆琪啊，然后佩罗纳、波尼、艾尼路这些卡组，甚至冷门的北京上周也有01的蓝明哥获得旗舰冠军，YDO 绝后哥绿基德也是拿到了上位，还有一些比如说更传统的领袖，什么白胡子呀这些的，都是有机会的。莫利亚呢？莫利亚，这个环境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卡组。不过确实现在比较冷门比较少，感觉在黑色以结场为主的领袖里面，还是选择陆琪会比莫利亚多一些哈。莫利亚其实这个环境不是结场的领袖了，他不是传统的黑色，他是偏向于铺场节奏型的一个领袖。我现在不选择莫利亚的问题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卡组太过于均衡，就是跟所有卡组都能做到5-5开，但是没有所谓的优势对局，很难保证它的上限，它的下限很高，但它上限不高。所以就选择陆琪这个领袖哈。那能讲一讲你对于这个领袖的理解吗？这个领袖他就是所谓的传统的黑色结场卡组，以控场结场为最优先的目的，通过达到这个目的的同时，进行了一些铺场，取得了游戏的胜利。因为之前有一个新的进卡表嘛，搬掉了一个黑色通用的单卡大喷火。06新出了一个蓝角，相当于大喷火的一个替代。这张卡我觉得是只契合于陆琪这个领袖的，因为它拥有 CP 自断，也配合陆琪领袖投天然魔牌的技能。然后陆琪这个领袖他要无血，也能保证他的生存能力。所以我认为他是这个环境当之无愧的T1卡组，也是在这个环境有竞争力的卡组。蓝角的出现确实可以说是完美的代替了大喷火吧。跟陆琪这个领袖来说是完美代替了大喷火。好，那来看一下你的构筑哈。你的构筑，那仔细一看，我觉得还挺花的，什么都带了点儿。
能给我们讲讲你对于你这套构筑的理解吗？先说一下对于构筑的理解吧。我觉得目前陆棋构筑分为两个大流派吧，一个是所谓的 CP 轴，一个所谓的海军轴。我之所以不选择海军轴，选择 CP 轴，是因为海军轴不能稳定的检索 KO 组件和减费组件。我所说的 KO 组件主要指的是四费那个陆棋，然后减费组件就刚才说的蓝角。所以我觉得海军轴不如 CP 轴，所以我选择去进行 CP 轴为主的构筑。可能在这个环境，海军轴不太适合。如果说黑色偏多，或者说陆棋偏多的环境，我觉得海军轴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CP 轴主要倾向的是什么？海军轴主要倾向的是什么呢？CP 轴更倾向于结场，我觉得海军轴可能更倾向于铺场，因为海军轴减费的核心单卡是三费的日奈，进行三费的日奈加上其他的 KO 组件，然后能同时实现KO 铺场的任务。但是如果说你以这个思路为核心的话，那海军轴陆棋就不如莫利亚了。因为莫利亚能实现六费3+3，就是三费日奈加开技能拉出阿布萨罗姆那个狮子进行铺场加 KO，所以说我觉得陆棋如果海军轴的话就不如莫利亚。啊，明白了，明白了。因为陆棋来讲，自己本身的减费组件还是依赖于就是蓝角啊，然后陆棋啊、卡古这些。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更依赖的是那个舞台。最近看到有很多陆棋，他们已经采用是不带岛的构筑了。然后你对于不带岛的这个构筑，你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不带岛了呢？岛不能稳定检索，而且岛它费用比较高，两费没有机会拍下来，而且是一个没有边的卡，在手上是一张废牌，所以很多玩家不选择携带。嗯，但是在你印象里面，岛还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牌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里最有竞争的卡组，就是可能占比最多的卡组是红紫罗，然后你陆棋打红紫罗，这个岛是非常关键的一张给到压力的牌。如果你抢到后手二费拍一个岛的话，对面的压力会很大。是的，是的，因为之前跟很多陆棋都打过，感觉有岛没岛，上下限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确实，但是在有一些对局里，岛就没那么重要了。比如说打黄黑路飞，甚至于内战，可能岛都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不急需两费去 KO，可能是找的是一些的节奏点。如果像打罗来说，你可能起手有岛是最关键的。就是打罗的话，就优先找岛；打其他的，像可能路飞或者内战，就岛反而没有那么关键了。确实。好，然后呢，说回咱们刚才的构筑哈，就你的构筑确实花啊，就各种带一带二带一带二的。这个鸽子带的是干嘛的呢？鸽子这张牌吧，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两千边，一个是吉祥物。然啊，后，对，因为你一套卡组嘛，带个吉祥物可以增加你的牌运。好有道理啊，这个我学会了。我然后，以为带个云雀本体呢，这是。因为它的两千边它是被检索的，它是一个抢节奏的单卡。比如嗯说，在你8费的时候，你拉出一个莫利亚，然后你场上，比如说你有岛，你不缺减费组件，你能去拉出陆棋配合岛和脸，顺利的 KO 对面的场面。然后你那个1费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去拉那个检索，你去拉个鸽子，然后你去提前进攻一下他的领袖。他这个是一个变奏的手段，他会很难受的。打黄黑路飞的话，你可能最后斩杀的时候拍一个鸽子多1000，因为他的手牌数量有限，会出其不意，能透过机。明白明白。不能依赖这个鸽子的加工，只能说有时候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有时候能雪中送炭，没有呢也不影响什么。对，不影响对局。嗯然后被莫利亚拉出来，能吓一跳。好，布鲁克主要就是打红紫罗用的是吧？打红紫罗或打其他的一些，你3费4费 T2拍出来永远不亏的。如果被解的话，你之后能去靠雷贝卡拉出来，因为你这个3费的布鲁克它是3费4000的身材，罗要解它的话呀，需要两手，至少一个戈登，然后配合技能去给它摧毁排无敌。然后要是内战的话，它3费你也需要，比如说脸进攻击，然后去陆棋 KO，或者说打莫利亚的话，因为它是K2嘛，所以也需要一些减费组件去 KO，至少去花费两手去 KO 你这个布鲁克。明白明白。也就是布鲁克虽然他是3费4000，但其实他正好卡在了像罗这种没法解，然后莫利亚也没法解的这种身材里面。对，如果躺下的话，4000也是个软嘲讽，就是对对面肯定会去踢你这个布鲁克的。对，因为他是攻击时跟登场都可以 K 嘛。对。罗你要不解他，每回被你布鲁克踢死一个还挺烦的。打黄灰路飞也是，因为他4000嘛摸不到头，就是我用这个愣解你。对，去减一费嘛。比如说，在你场上有梦魇路飞的时候，用它去减一费，然后再去梦魇路飞进攻，或者一些其他的去解对面的萨博呀什么的。
就不嗯用去脸去捡那一费了，就是嗯，省得对面去吃那一血。对对，是的。嗯刚才正好说到梦魇路飞，主要就是打黄黑路飞的呗。对，论曼路飞主要是打黄黑路飞使的，然后其他的情况下，也是能拍出来的，因为他就实在没得拍的话，他也是个6000的身材，然后他也有一个软嘲讽的作用，就是如果竖着的话，对面肯定会觉得下回合你用他踢，肯定会去解一个频。如果能的话，他会去解你这个路飞；如果不能的话，在他躺下来的时候，对面也会去贴大去踢你这个路飞的，也是一个软嘲讽的作用。这个路飞我觉得还挺厉害，因为它直接扔掉嘛。对，它主要是因为有1000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携带的。对，而且也不卡手。然后我看到你对大哥的选择，其实这个是我比较疑惑的哈，没有带司徒西了，然后转而是带了藤虎和萨博。我发现现在很多都开始放弃司徒西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藤虎跟司徒西是一个可替代的卡位，因为我最开始的构筑是2个司徒西，2个萨博，然后4个莫利亚。藤虎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环境打黄黑路飞、艾尼路、佩罗纳这些手牌资源比较多的卡组都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准时的8费拍下来，然后能要对手2手，然后在下一回合去贴一东，配合比如说莫利亚然后其他的一些 KO 啊，就能进行一个天然的减费。打内战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奇效的，因为我这套的构筑内战是要后手的，所以如嗯果8费拍下来的话，去要对手2张手牌，因为对手内情那个时候应该手牌资源是6到7张的，如果你拍下来的话，弃他2张手牌是大概率会弃到要么是 KO 组件，要么减费组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弃掉他的，比如说莫利亚这些的，会影响他去反手 KO 你藤虎的节奏。你如果8费有藤虎的话，能8费准时拍藤虎，然后下一回合再去拍莫利亚。就是因为你莫利亚是有限的，也不能稳定嗯上手，所以你不能保证8费只是拍莫利亚。所以有藤虎的话，就是有6张8费大哥节奏点是更有选择性的，中错率嗯更低一点。明白了明白了。藤虎的话，在打红紫罗来说，藤虎跟司徒西都是废卡，所以说，带藤虎和带司徒西都是一样的。因为司徒西确实是啊，打红紫罗，你说我上一个9费大哥或换你一个换什么呀？确实对，没啥用。因为司徒西我觉得就是还得看环境。如果说嗯对面是大哥流为主的卡组的话，就比如说安妮路、女帝、波尼这种，就是后期是拍大哥为思路的话，你在司徒西肯定没问题的，就嗯是以更少的资源去解掉他的大哥，嗯然后并占一个9000他是处理不了的，然后下回合你再斩杀或怎么着，能拉开场面和手牌的差距。明白了明白了。好，嗯，然后那个这个叫什么呀？这叫肥皂羊是吧？这个是干嘛的呀？肥皂羊我觉得就是一张打红紫罗的卡，他打其他卡组也是有机会使的，但是打红紫罗能给到极大的压力。你能做到5费6费这个节奏点，去用肥皂羊配合4费的陆奇，能稳定去 KO 对面的2个频率。它能写一个嗯，3一个4嘛？对，然后有倒没倒情况下都能 KO 很多，比如说你还可以去 KO 他的5费的基德呀。对，配合头跟岛能解的更多。甚至对，如果说你前一回合如果下个藤虎，你这回合能 K 到9跟10是吧？然后配上头能解双10。我基本上带一张的单卡都是去拉上限的，就是说你不嗯，去指望这张卡帮你扩大多大优势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在特定的情况下能抓到这张卡使出来是非常赚的，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也不能说是一张废牌。明白明白。带一的这些，比如说这个肥皂羊，它可能没有蓝角好用，但是对，如果有能用出来，还挺厉害。在特定情况下是比蓝角厉害的，但是嗯嗯稳定性的话还是蓝角更好。所以说肥嗯，皂羊如果不喜欢的话，还可以带蓝角的。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像阿赫呀、这鸽子，然后斯嗯，潘达因这些都是去拉上限的卡，因为陆对琪过牌比较快，是吧？对，带1、2的卡都是去拉上限的，然后带4这种卡都是稳下限的。好，明白明白，这个解释好，这个解释非常合理。好，那就是构筑跟单卡咱们聊的差不多了哈。那在打法思路上呢，有什么给大家讲一讲的吗？对战各领袖的思路，面对什么领袖抢先，面对什么领袖抢后？先后来说，那我就把这个环境主流领袖稍微说一下吧。打红紫罗的话，我觉得是要后的，双方都是要抢后的，最好是2费能准时拍倒。你去追求的是稳定双解。首先，这个陆棋你一把是至少得见到2张的，思路就是保血，你别让红紫罗去快速打掉你血。就因为如果他到2血的话，他会冲出速攻击击，然后去抢你那血，你想下回合就很难活了。前期靠陆棋双解，然后拖到8费，
巴费的话，你尽量能做到萨博的双解或者莫利亚拉陆棋双解，做到2波双解，基本这把就可以赢了。就是打红子罗，就是尽量一定要摊到陆棋的上限。打艾尼路的话也是要后的，打莫利亚的话也要抢后，打波尼的话我也偏向于抢先，然后打黄黑路飞的话，我更倾向于抢先手。为什么呢？因为抢先的话是让对手的节奏点不那么舒服。首先黄黑路飞他一费下一个卡普检索，然后3费大概率会串一两角5000，因为你打黄黑路飞的思路是要保血的，所以说两角5000要么要你手牌，要么要你血，是非常难受的。然后他5费要么拍萨博绿牌，要么拍把血路飞，这是他的节奏点会非常舒服。然后你要的先手的话，你可以5费准时去拍梦魇路飞，也是一个抢节奏的一个点。然后要么去拍萨博去保一血，然后绿下手牌。先手去打黄黑路飞是更舒服一点的。嗯，但是因为没有7费的节奏点呀。因为这个对局的话是不着急的，是个长盘对局，就是你赢的前提是后面去连拍大哥，然后前面去拍阻挡去保命，最后把黄黑路飞的手牌耗干净，你才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只要你不同的血，你可以让他自己拔血，然后你可以打一个长盘的对局。明白了，就是因为打黄黑路飞一般都会去打一个长盘的对局，所以7费没事干就无所谓了，拍个5就拍了。对对，如果他的6费去拍拔血路飞的话，你要7费要保证能把他拔血路飞 KO 掉。这嗯个应该是不难的，所以说，要求不是很高。如果你嗯7费没有事儿干的话，你去干拍一个萨博绿牌，也是没有问题的。嗯，好，明白明白。然后内战的话，我这套构筑是后手构筑，所以也是要抢后的，但不排除一些内战是要抢先的。就是你这套是因为有了藤虎，所以内战要去抢后吗？也不能这么说吧，我一直以来觉得后手是更稳定的。如果你拿到后手的话，你2费首先多一张手牌，你可以有多种思路，要么去拍检索，要么如果有岛的话去拍个岛。然后你4费的话，如果没事干，你可以去拍一个卡利法去绿牌，因为内战的思路还是更倾向于去拼大哥，主要是拼莫利亚的。所以说你前期去绿足够的牌，你能保证大哥的上手率。然后面对艾尼路来讲，你有什么技巧吗？打一路基本上就是一个大优的对局。嗯，为什么呢？首先他的前几个大哥，如果你有岛的话，基本上随便 KO 啊，不着急打他的血，你去把他大哥处理干净就 OK 了。你可以把他控到2血，然后慢慢跟他打，把场面铺起来，一波一波打空他的手牌，然后你就可嗯，以稳定的取得胜利。比如说你拍藤虎，他8费的话下卡2，给你藤虎吹到你血区底的话，你血量压力就是更小了。就他的后期的话，如果你大哥都处理了，他只能上一个10费的艾斯加一血去冲一脚，不管是打血还是打场面的话，基本上压力都不大的，所以基本嗯上一个大优的对局。确实是。好，然后有没有比较通用的一个打法运营思路呢？面对不管是什么领袖，基本上都会应该是这么打的一个思路。我觉得陆棋的话没有固定的公式，因为这个卡嗯组我觉得是比较靠抓的，就是说减费组件跟 KO 组件同时在手的话，才能进行一个铺场加解场。最关键的话，调度的话，除非打红子罗是找岛，其他的话是找一些节奏点。所谓的节奏点，就是说你每个节奏每一费去做相应的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取得胜利。就是陆棋还是跟红左也差不多，都是没有什么公式化的卡组，还是更多的要根据手牌有什么来决定怎么打。对，我觉得这个版本的领袖都没有所谓的公式化，要学会去抓到什么手牌去做什么事情，抓到手牌，然后去想找到最优解。嗯，这个就需要练习了哈。嗯，对的。能大概讲一下陆棋的这套莫利亚最高上限的一个 combo 吗？最高上限的话是有一个公式，8费的话是拍一个莫利亚，拉一个竖着的雷贝卡，拉一个横置的减费组件，比如说阿赫或者贝鲁梅博，然后4费的雷贝卡再启动效果去拉一个3费的那个斯潘达因，斯潘达因发动它的效果，去从墓地拉一个横置的陆棋登场。这个能做到一回合去8费的铺4个场面，然后还有一个竖着的阻挡雷贝卡的同时能做到 KO 对面2个频率。整体上就这些差不多了哈。稍微帮观众朋友们问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是怎么打黄黑路飞，因为你之前大概其讲了一下嘛，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再给大家讲两句。陆棋打黄黑路飞本来就是一个大劣对局，所以嗯，说与其绞尽脑汁研究这种特别劣势的对局，不如把精力放在军事对局中如何扩大优势和优势对局中如何稳定的给它拿下。
嗯，对对，确实是因为面对黄文路飞这种特别劣势的对局，就是研究的再明白，可能也还是只能说增加那么1成到2成的胜率，不如把咱们更能稳定拿到的分数去把它拿下，我觉得这个更靠谱。对，如果你去构筑的话，特别去针对这个黄维路飞的话，那你其他对局可能有所减弱。就是没必要拿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碰嘛。对，因为陆棋，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它能称之为T1，就是因为它只有黄黑路飞这么一个劣势对局。打其他的对局来说，要么是优势，要么就是军事。嗯，嗯，好，明白明白。然后打波妮的话是优势吗？我觉得并不算优势。嗯，对，因为很多人跟我说打波妮就是陆棋算优势，但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算优势。只能说五五开，就是看那边手更顺。对，是一个乌开的对局。就是如果你不去携带纸枪的话，你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处理他那个霍金斯的。他去冲那个鱼人儿能抢到你的血，所以说你的血量压力打波尼的话还是很大的。然后后期他会去拍大基德去保命。嗯怎么说呢？基本上会玩的波尼跟不会玩的波尼给到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嗯，是。好，然后那打波妮的话有什么样的策略吗？首先我要先手的，就是嗯如果你起手有梦魇路飞的话，你可以考虑1-3去不去下那个检索，然后你5费去压一个梦魇路飞。他6费的话，如果他能拍霍金斯的话，你反手可以梦魇路飞去炸掉他的霍金斯。嗯，好，就是同样的打波妮跟打黄黑路飞，这张梦魇路飞都是非常关键的牌。并不关键。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么一个节奏点的话，是可以去拍的一个决策，就是可嗯以延迟他霍金斯的一个登场的一个节奏。嗯，然后如果说啊，我说如果啊，你又没下纸枪，然后又没有这个梦魇路飞，那他对方6费准时霍金斯有什么好办法吗？那就不去管那个霍金斯了，可以派大哥去，大哥霍金斯躺下，你可以去平替他的霍金斯，或者不去理会霍金斯。就没管了，对就当看不见。对，如果他连拍3个霍金斯的话，那你这基本上这把就走远了。那确实，嗯，基本上他能连拍3个霍金斯查卡组，我觉得都不好打。因为那确实。霍金斯的抗性确实还是太厉害了。对。嗯，好嘞。然后因为陆琪他自己属于那种磨牌就过牌比较快，然后卡组全是在堆木嘛，然后又再把墓地的卡送给卡组底这种的，所以很多朋友会问一下，就是控底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控底的话，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你不用练习，因为大部分对局是用不到所谓的控底，就是你牌库基本上不会转一圈的。可能极个别的对局，比如说打艾尼路啊，或者打佩罗奈这些非常长盘的对局，可能会用到一些控底。可以简单的教大家几个控底的所谓的技巧。首先一个更实用的点就是所谓的隐藏信息，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去回牌，因为你控底的话回的都是一些不关键的牌。像你一些陆琪啊，然后一些减费的，比如说贝鲁梅博呀和那个阿赫呀，都是不会去回的。你可以去回一些大哥呀什么的，去隐藏一些信息。比如说你回大哥回蓝角，首先你自己记住了你牌库里还能抓到哪些大哥，然后你可以让对手频繁，因为在高压的对局里，对手会偶尔去在他想查看你弃牌区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有限的信息，可以影响对手的一些所谓的思考。这是隐藏信息的一个技巧。然后还有一些控底的所谓的公式，一个基本的 combo 吧，你可以理解为蓝角加大哥，就是说如果转到一圈的话，你再抽到这个蓝角的话，你使用蓝角过那一张牌是个大哥，比如是个莫利亚，比如说你用蓝角的减费组件配合莫利亚的，然后拉陆奇的这个 KO，然后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变式吧，10费，然后通过控底抓到那张斯潘达姆，然后斯潘达姆通过他的检索找到蓝角，然后蓝角再过到莫利亚或者萨博。这个的技巧就是你去先回一张斯潘达姆，再去塞2张废牌加一个蓝角，因为斯潘达姆是看3拿1嘛。然后你可以安排这2个废牌和那个蓝角的位置，比如说塞2张岛啊，或者一些没用的那个，比如说梦魇路飞啊之类的。然后看3拿1，然后拿到蓝角，这是斯潘达姆2张废牌加一个蓝角是4张牌，然后第5张牌你去放莫利亚或者萨博，能实现10费斯潘达姆减蓝角，然后蓝角过萨博或莫利亚，打满10费，然后还能进行一个返场。嗯，哎，这个技巧还挺实用的，嘿。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记住那个蓝角和斯潘达姆这2张牌的位置就可以了嘛。对，就是你可以抓到那张牌，然后你就可以启动了。嗯，对，就看到它就明白，哎，好像快到那应该可以启动了。对，你可以记到，比如说大概斯潘达姆用几张了，
可能再过到下一张斯泰纳姆啊，那就可以启动了。这就是我 C 的那张。对，就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锚点嘛。对的。本期视频到此也就正式结束了，感谢云雀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也是收获颇多，感觉自己的领袖值这下又增加了，嘿嘿嘿。当然了，如果还有什么想问的，除了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群聊交流讨论。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咱们下个视频再见。